大家好，我係中環十一少。今日不如講下李根興。最近環繞佢嘅新聞都好多，有人問佢有冇資格做香港四大兒子，呢樣嘢我唔識答，要交翻俾觀眾自己判斷。相反，大家應該留意嘅係佢嗰一種半帶自嘲、半帶悲壯嘅語氣嗰句physically well, but financially terrible 啊！我身體好好，但係財政狀況好糟糕，到底有咩含義？普遍嚟講，市場上嘅共識好簡單，香港零售市道唔掂，經濟轉型核心區商鋪空置率創4年半新高，所以盛匯商鋪基金創辦人李根興呢位曾經唔可一世嘅鋪位 KOL， 盤生意要連環蝕讓超過11個鋪位，賬面輸半億以上，都只係時不我與，非戰之罪啫。佢仲同記者呻話覺得自己好孤單，因為好似得返我一個，仲對香港普市及零售市道抱有一絲希望。呢番說話聽落幾咁悲壯，幾有承擔，係咪？就好似鐵達尼號沉沒嗰陣仲堅持演奏嘅樂師一樣。但呢個睇法只係睇到第一層，係佢想你睇到個劇本。喺佢最新嗰份截至2025年6月30日嘅基金季報入邊，有個數字絕對會令你由頭到腳都打個冷震。喺資產分佈圖嗰頁，白紙黑字咁寫住，商鋪物業嘅資產佔比係117.71%。你冇睇錯，我都冇講錯，係117.71%。一個正常嘅基金資產總和點可能超過100%？答案好簡單，就一個字：借。佢將你同其他投資者嘅錢當做首期，再問銀行借一大筆錢翻嚟，放大個槓桿去買貨。等我用個簡單比喻解釋下呢個死亡遊戲有幾恐怖。假設你有100蚊本金，你問銀行借多300蚊，夾埋用400蚊去買一個鋪位，呢個時候你嘅槓桿就係4倍。如果鋪價升25%，個鋪位值500蚊，你賣出還翻300蚊俾銀行，你就袋200蚊，你嘅本金翻咗一番，回報率100%，好吸引，係咪？但如果鋪價跌25%呢？個鋪位只值300蚊，你賣出仲俾銀行之後，你原本個100蚊本金就瞬間蒸發變成零。李根興嗰個117.71%嘅數字，背後嘅銀行融資佔比係負38.54%，話你知佢嘅槓桿有幾高？呢個唔係投資，呢個係一場喺懸崖邊緣蒙住眼玩嘅雜技。要徹底解剖李根興今日嘅困局，你唔可以淨係睇佢一個人嘅表演，你必須要將視線拉闊，睇佢背後嘅成個家族帝國，同埋佢屋企每一個成員嘅角色布局。佢父母86歲嘅李常盛同82歲嘅李碧聰，並唔係普通嘅有錢人，而係身經百戰、橫跨幾十年嘅老炒家。佢哋嘅發跡史就係一部香港經濟嘅縮影。80年代，佢哋已經聯手進軍地產代理，喺全港開咗18間分行。90年代初已經殺入桂林做房地產開發商，對磚頭嘅觸覺可以話係刻咗喺佢哋嘅 DNA 入邊。1995年，佢哋正式入主康業信貸，開始咗長達20幾年嘅持牌放債業務，即係俗稱嘅財仔。但係如果你以為佢哋只係滿足於做財仔大老闆，你就太低估呢種老派生意人嘅野心。佢哋追求嘅唔單止係錢，仲有名。李常盛銜頭多到嚇死你，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永遠名譽會長，東華三院總理，世界理事中親總會理事長，馬來西亞彭亨州蘇丹策豐嘅攞督。喺舊時代嘅香港，呢啲銜頭唔係純粹嘅虛名，而係可以兌換成實實在在資源同人脈嘅社會資本。而佢太太李碧聰就負責維繫大陸關係，做華僑大學董事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名譽顧問。李根興嘅自信，佢敢於冒險嘅底氣，正正就係源於呢個帝國嘅庇蔭。而喺呢個帝國入邊，權力繼承嘅劇本其實一早就寫好咗。大佬李根泰係根正苗紅嘅指定繼承人，同細佬一樣畢業於美國南加州大學，但係佢冇出去闖蕩。2000年就直接加入家族核心業務康業信貸，由低做起，浸淫超過20年，今日已經係成個 KCASH 集團嘅主席兼 CEO。佢嘅任務好清晰，就係守住家族最核心、最賺錢、最穩定嘅印鈔機。放債業務，佢係一個守城嘅將軍。翻到嚟細佬李根興，佢嘅軌跡就完全唔同。佢前半生嘅劇本簡直係完美無瑕。美國名校畢業，殺入紐約投行。2001年911事件令佢失業，但係個歷史轉捩點反而造就咗佢。佢袋住250萬資金回港，創立盛匯商機，踏足當時冇人睇得起嘅生意轉讓，行業食正香港中小企轉型、創業潮湧現嘅時代紅利。呢個守城同開拓嘅佈局，其實係好多華人家族企業嘅典型策略。大佬守住現金流，確保家族有穩定嘅收入來源，細佬就喺外面
用高風險、高槓桿嘅方式為家族尋求超額回報。呢個佈局喺牛市嘅時候，梗係天下無敵啦！兩兄弟一個守龍門，一個做前鋒，贏盡掌聲。但熊市一嚟，命運就高下立見。守城嘅大佬可以好整以暇咁將盤生意包裝成最時髦嘅金融科技、區塊鏈。喺2023年底市況最差嘅時候，將 K-Cash 搞上市，風風光光咁將部分風險轉嫁俾公眾投資者，高價賣盤，食糊離場。而去開疆闢土嘅細佬就損兵折將，輸到要壯士斷臂。所以你明點解李根興要出嚟做場公關 show 啦？佢話沽貨係面對現實嘅決定，又強調今次行動並非外界所言嘅銀行 call loan 或逼倉，而係為投資者贖回資金。大佬，呢個係一個典型嘅偽命題，偷換概念。無論係銀行 call loan 定係投資者贖回，結果都係一樣，就係你唔夠錢，要賣產找數。分別只係前者係俾人一槍打死，後者係慢慢流血致死。佢只係揀咗個聽落去冇咁恐慌、冇咁樣衰嘅理由去安撫市場同剩低嘅投資者。一個真正嘅好管理人係喺設計產品嗰陣已經將最極端嘅風險計好數，而唔係喺爆煲之後先出嚟話自己好負責任咁執爛攤子。最諷刺嘅係佢盤生意嘅根基係建立喺一個已經徹底改變咗嘅舊世界之上。佢從住高槓桿咁壓喺香港本地嘅基層民生消費。你只要睇翻佢份放售清單，就係一份香港本土消費市場嘅驗屍報告。上面嘅租戶係咩？台式麵館、日式餐廳、西餐廳、麵包鋪、寵物店、五金鋪、洗衣店，甚至係代表消費降級嘅極致手機配件店同夾公仔機鋪。呢個賭局喺自由行水浸、經濟暢旺嘅黃金年代或者會贏，但喺今日消費力全面北上，網購成為主流，全城勒緊褲頭嘅美麗新香港，就等於將成副身家壓喺一隻跛腳嘅馬身上。結局只有一個，所以佢2021年用1150萬買入嘅大角咀鋪位，一度雄心壯志叫價1950萬，最後要以640萬蝕本價賤賣離場。呢個先至係佢口中嘅現實。但係當你以為佢已經輸到甩褲，準備要收山嘅時候，佢喺訪問嘅結尾輕描淡寫咁拋出一句：目標今年底前斥1億至2億元再度買鋪佈局。呢句說話先係成個訪問嘅精髓。一個自稱 financially terrible 嘅人，點樣喺短短幾個月內變魔術咁變出2億現金去再度佈局？答案呼之欲出，一係揾屋企人磅水，一係就係向市場伸手撈新嘅魚。呢句說話根本唔係講俾你聽，而係講俾剩低嘅投資者同潛在嘅新水魚聽，話俾佢哋知，我仲有彈藥，我仲有後台，個遊戲仲未完，快啲上我隻船。佢甚至已經幫自己揾埋落台階，話只要美國減息，銀行肯放水，出年2、3月就會有小陽春。呢個究竟係一個基於數據嘅專業預測，定係一個賭徒喺絕境之中嘅祈禱？信唔信由你，反正我就當笑話聽。呢場戲仲有排做啊！如果對我哋分析有興趣，記得訂閱我哋嘅中環11小，仲要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下次再見。